顧明軒，你讓我伺候你的小三坐月子。蘇景年，你會不會說話？青衣她不是小三，私生子都整出來了，還說不是小三。青衣的孩子不是我的，她剛剛回國，舉目無親，我只是作為朋友照顧她，讓你做幾頓飯，走幾公里送到月子中心而已。就這點小事，難道還非要讓我求你嗎？顧明軒啊，顧明軒，戀愛7年，結婚3年，我就落得這個下場，伺候你的小三坐月子，在你眼裡我就这麼低賤嗎？你說什麼？我忙，沒時間。你一個家庭主婦有什麼可忙的？你除了做飯，你還能做什麼？原來在你眼裡，我就是個只會做飯的家庭主婦。你別忘了，剛畢業我就拿到了國家光子芯片項目，是你說你要創業，我才放棄了我的事業。青衣的月子餐準時送到月子中心，如果你不願意，那我們就離婚。如果你不願意，那我們就離婚。好，明天我就讓律師把離婚協議送到你手上。向來百依百順的蘇景年，今天居然敢顶嘴了！不行，我必須壓壓他的大小姐氣焰。蘇景年，我沒和你開玩笑，如果你沒把月子餐準時給青衣送過去，我就真的不要你。蘇景年那麼愛我，這10年來和狗皮膏藥一樣跟在我身邊，趕都趕不走。我現在態度這麼強硬，他該跪下來認錯，然後好好的去伺候青衣了。景年，快進來給我測血糖。你快去伺候我媽，記住，月子餐也得準時。景年，不是我老太婆说你，你就不该为了傅小姐的事情和阿軒吵架，太不懂事。你早就知道他在外面養小三，卻沒有告訴我。大驚小怪，說話這麼難聽。我可告訴你，傅小姐不是什麼小三，她可是我顧家的功臣，她為了阿軒生了個大胖兒子呢。像我兒子這種地位的男人，在外面有點花花草草，不是很正常嗎？你呀，作為妻子就應該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以大局為重。你要是容得下他，我顧家就容得下你，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在家做你的豪門太太，吃山珍海味，住着這奢華的大房子。如果我沒記錯，你口中這個奢華的大房子是我的陪嫁。什麼你的我的？你嫁給我們顧家了，你的就是我兒子的。這就是我全心全意照顧和養護的婆婆，不但偏袒小三，還想要吃我的絕戶。這一家人一樣無恥，我當初怎麼就瞎了眼，看上了這麼一個狗東西？愣着幹什麼？趕緊給我測血糖，我還要去跳廣場舞呢。蘇姐姐，你幹什麼？我好心勸你，你就這樣苛待我老太太，你真是沒心沒肺。到底是誰沒心沒肺？2年前你剛從鄉下來的時候，面黃肌瘦，只剩一口氣，是我遍尋名醫給你找到新藥，還得每天給你測血糖，照顧你吃藥打針，照顧你吃穿用度。結果你和你的好兒子就這樣踐踏羞辱我。這些都是你自願的，我們也沒有逼你。能嫁給我兒子這麼優秀的男人，你就應該感恩戴德。你要是再不知足，我就讓我兒子收了你。好，你放心，我會跟你兒子離婚的。不過是我不要他，是我休了你兒子。老封建，
多多，你帮你一份离婚协议书。什么？离婚？10年，我劝了你整整10年了，你终于肯离开那个凤凰男。老天开眼，真是老天開眼呐！等着，給你。這離婚協議書你什麼時候弄的？我早就知道你們要離婚。當你不聽我的勸阻，執意要跟顧明軒那個鳳凰男領結婚證那天，我就替你準備好了。這條修改一下，我不要他公司的股份。不是，蘇景年，你馬上都要離婚了，你還在戀愛腦啊？顧明軒的清明科技公司馬上就要上市了，預估市值價值100億，而且這個公司你也付出了不少的心血，憑什麼便宜了那個王八蛋？唉，看來他還是捨不得那個鳳凰男，這婚還是離不成。清明科技上不了市的，我3年前授權給公司的芯片專利還有3天就到期了，沒了我的專利，清明很快就會破產，股權也會變成負債，就全部都留給顧明軒吧。蘇景年，你早上幹了什麼？怎麼把我媽氣得差點心臟病發作？我命令你現在回家，給我媽跪下道歉。這件事我就不跟你計較了。以前我怎麼沒發現，顧明軒一直都是用這種高高在上的態度和我說話。說到底還是戀愛腦害死人。我以前不但眼盲，心還瞎呀。說你兩句又在這裝啞巴。行了，我知道媽說了一些難聽的話，但她是農村婦女，你跟她計較什麼呀？她是長輩，你要孝順一點。這樣吧，你回去給媽做點她愛吃的，再把你陪嫁那些珠寶送1、2件給她，她肯定不會跟你計較的。啊，對了，你做飯的時候熬點雞湯。青衣中午想喝。怪不得高高在上的態度一下子變得溫和，原來是要哄我給父親一熬雞湯啊。你在哪兒？我馬上就到月子中心了，你做好飯就送過來吧。我馬上來。我還以為蘇景年會再鬧一下，沒想到他這麼快就屈服了。看來我提出離婚這招確實震懾到他了。讓他伺候青衣坐月子確實有一點點過分，不過正好借此機會看看蘇景年愛我到什麼程度。現在他連這件事都能夠妥協，那以後想要繼承蘇家的所有家產和人脈，他也不敢有二話。這裡是海城最貴的月子中心，1個月要40萬。這錢是顧明軒出的。你給我買一個奶酪包吧。你不是剛吃過飯嗎？我一直以為顧明軒因為出身貧苦生性節儉，現在看來他倒也不是不大方，只是面對不愛的人，連一塊麵包都不肯買。啊，好疼啊！
哥，刚剛寶寶他又咬我了。真是個小壞蛋，竟然咬疼你媽媽。苏几年，你的教養呢？來了也不知道敲門。我這不是怕打擾到你們一家三口嗎？你在胡說八道什麼？我跟青衣清清白白。如果這也叫清清白白，廁所都可以掛牌賣香水了。蘇景言，你怎麼敢給青衣潑髒水？別人能做，我不能說嗎？我只是……幾年姐，我想你是誤會我和軒哥的關係了，我們真的沒什麼的。我剛回國，無人可依，也沒有朋友，這才請軒哥幫忙。沒想到姐姐將誤會我的孩子是軒哥的。如果姐姐不高興了，我這就將軒哥還給你。你這麼說，好像他原本就是你的一樣。你怎麼好意思說自己無人可依？你好歹也是傅家的長房千金，雖然說是假的，但傅家是金海首富，還能少你幾口飯吃嗎？可我畢竟不是傅家親生的。好，就算是你不願意回傅家，你還有一個親生母親就住在這附近5公里不到的地方，你生孩子不找她，你找別人老公。你口口聲聲說無心破壞別人家庭，卻把哺乳這種母性溫度的事情做成勾人丈夫的低俗戲碼。你真當別人是傻子，看不出你這些骯髒心思？幾年前，你怎麼可以這麼說我？軒哥，你就跟姐姐回去吧，我要到我這邊來了，我一個人可以照顧好自己。青衣，你不用理會他，你就安心住在這裡。我既然答應過好好照顧你們母子，就一定說到做到。夠了，別在這裝柔弱了。蘇景年，你今天發什麼瘋？你看看你剛剛的樣子，和一個鄉野村婦有什麼區別？怎麼，我就說他幾句你就心疼了？你怎麼能那樣說青衣？6年前，傅家的真千金回到了傅家，青衣就被傅家拋棄了。他的親生母親是個賭鬼，只會吸他的血。但這些年，青衣還是憑着自己的努力，考上了加州大學芯片設計碩士。他這次回國，是我重金聘請他來當技術總監的。青衣跟你不一樣，她不是那種洗衣做飯，為了男人爭風吃醋的婦女，更沒有你說的那種勾引男人的心思手段。她只是單純沒有心機罷了。她這種高精尖人才，將來一定會在芯片領域大放異彩。顧明軒，在你心裡，我竟然變成了一個只會洗衣做飯、拈酸吃醋的家庭婦女。你是不是忘了，當初公司剛剛創業的時候，我就是技術總監。蘇景年，你要翻舊賬翻到什麼時候？你連青衣的一根頭髮都不如，有什麼資格和他相提並論？就這，行，顧明軒，你給我聽清楚了。那個知書達理、愛你、體諒你、無限包容你的蘇景年，從現在開始就死了。我也不想再聽你廢話了，簽字吧。蘇景年，你這是什麼意思啊？
我跟你結婚3年，你的錢我1分都不要，但屬於我的婚前所有東西我都要帶走。如果你覺得沒問題，就趕緊簽字吧。我問你，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？意思是我要跟你離婚，我不要你了。蘇景年，你在這跟我玩欲擒故縱的把戲呢？你以為你假惺惺的拿一份離婚協議書就能威脅我？行，想要離婚是吧？我成全你，到時候可別哭着來求我。蘇景年，無理取鬧也要有個限度，你作出來的後果，你自己承擔。蘇景年啊，蘇景年，你難道以為這點小把戲我就會妥協？按照你這份協議，你差不多就是淨身出戶，這不就是擺明了不想鬧的淡江，給自己留後路嗎？哼，不出半小時，你就會跪在我面前求和認錯。景年姐，蘇景年，重新認識一下，我是傅青衣，是青明科技公司新任的技術總監，也是你老公的紅顏知己。這年頭小三都流行拿紅顏知己當遮羞布了。蘇景年，你有什麼資格這麼說我？哼！你顧太太這個位置是我當初不要的，不然你覺得哪裡還能輪得到你？你應該還不知道吧？青明科技的青明2個字是傅青衣的青和顧明軒的明。軒哥創業的時候已經跟你結婚了，但公司卻要用我的名字，你不覺得你這顧太太當得像小丑嗎？哎，對了，忘了告訴你，軒哥當初跟你結婚是因為你便宜，不要彩禮，且是富家千金，他偷賣了你不少嫁妝，送我出國讀書。這些年啊，我在國外的所有花銷都是軒哥給的。這些年他給我的花費沒有1000萬，也有800萬啦。軒哥連一個麵包也沒給你買過吧？景年，我最近手頭緊，一個出國的朋友找我借100萬，你能先借給我嗎？我們夫妻之間分什麼彼此？等一下我就給你轉過去。顧明軒啊，顧明軒，我喜歡你10年，今天卻真正認識你，你用我的錢供小子3留學，你真行啊！自始至終，你只不過是我跟軒哥愛情追逐裡面的一環而已。如果你識相的話，就應該主動退出。畢竟結婚3年，軒哥連你的手都沒碰過吧？我會跟他離婚的。想不到蘇景年這麼假清高，稍微一激就要離婚。但在這之前，你把欠我的錢還給我。我什麼時候欠你錢了？剛才你說這麼多年，顧明軒在你身上花的錢，沒有1000萬也有800萬，再加上他賣我嫁妝送你留學的錢，給你湊個整，1000萬不？3天之後，我要看到我的賬戶裡多了1000萬。你瘋了吧？我為什麼要給你1000萬？顧明軒給你花的這些錢都是我們的夫妻共同財產，我有權利向小三追回這些錢。如果你不配合，我就直接起訴，到時候讓媒體來評評理。現在青明科技公司上市在即，若是傳出他坑正畸養小三的醜聞，你說公司還能順利上市嗎？到時候損失的可就不是1000萬這麼簡單了。
我刚刚只不过是说笑而已。你有什麼證據能夠證明我花了玄哥1000萬？你該不會不知道，現在的手機都有錄音功能吧？這些年玄哥給我的花費只有1000萬，你用它？傅青衣，我只給你3天時間，你是賣房賣車，還是賣包賣身？蘇景年，你敢握住我！3天之後，如果我沒有收到這1000萬，後果自負。什麼？这都是渣男鉴定。今年你如果要起訴傅青衣的话，這個案子我求我師傅幫你打，保證讓他連血帶肉的全部吐出。你放心，傅青衣會主動還我錢的。哦，對了，這2天我在調查傅青衣的時候，發現了一個事情。傅青衣是傅家長房報錯的假千金，但你知道他四叔是誰嗎？傅石清，傅石清，傅石清，就是他。苏醒年啊，我死得好慘啊！傅石清，你要死死冤的。那不行，我要死，我也得死在你的面前。傅石清不是只比我大1歲嗎？他怎麼會是傅青衣的四叔？不過你和傅石清相愛相殺那麼多年，你居然不知道他就是傅家的太子爺？他現在可是傅氏集團的董事長，而且他繼承了傅氏之後，帶領着整個團隊研發出了國產芯片。目前傅氏的手機和汽車製造領域，那可是全球的龍頭霸主。怪不得傅石清那麼喜歡開我玩笑，原來他就是傅青衣的四叔。青年，你難道沒有看出來？傅石清他……我當然看出來了，他們姓傅的都不是什麼好東西。景年不是戀愛腦嗎？傅石清就差把喜歡2個字刻在腦門上，他就完全看不出來。媽！哎呀，怎麼還生氣了？嫂子今天都沒來給我送飯，害着我在學校門口等了她半個多小時。她以為我是她閒人一個，我的時間可比黃金還要珍貴的好吧？她今天簡直是瘋了，反了天了！一個不會下蛋的母雞，等你哥回來好好收拾她。她肚子不爭氣，結婚3年都沒生出個蛋來，難怪大哥更喜歡青衣姐。青衣姐漂亮溫柔，還是名校碩士，又給大哥生了兒子，看來我馬上就要有新的嫂子了。顧真真啊，顧真真，你胃不好，我每天給你做養胃粥，風雨無阻。你學習吃力，我每天嘔心瀝血的輔導你功課，還要幫你處理學校的爛攤子。我對你也算掏心掏肺了，你就這樣態度對我，這一家子果然都是白人。蘇幾年，你還有臉回來？你知道我今天在學校門口等了你多久嗎？我給你發過信息了，今天不送飯。你如果眼沒瞎的話，應該能看到。那你不知道我胃不好嗎？你有什麼事情是比給我送飯還要重要的？我還有1個月就要高考了，你要是耽誤了我的學習，你承擔得起這個責任嗎？顧真真，我沒有義務照顧你。從今天開始，我不會再給你做1頓飯，也不會再逼你寫作業了。你好自為之吧。什麼情況？蘇景年一直都是變着花樣給我做飯，哄着我學習。就算我對他冷嘲熱諷，他也不會計較。今天他發什麼瘋？你不管他學習，不管他吃飯，那誰管呢？
你怎么能这么不負責任？誰是他媽誰管，不會再養白眼狼了。蘇景年，你說誰是白眼狼呢？你這麼侮辱我，我打死你！應該是剛才我們說的話被蘇景年聽到了，這個小賤人就鬧脾氣了。媽，你幹嘛攔着我？這個蘇景年雖然是個不會下蛋的母親，可她做飯好吃，又能免費輔導你功課，家裡又有錢，又是個獨生女，你呀就看媽怎麼拿捏她。兒媳婦，我只認你蘇景年，外邊那個呀，終究是外室而已。這顧太太的光環呀，還是在你身上。你要知足，學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我呀，當然會勸勸阿軒，讓他多出點時間來陪陪你。你就不要使小性子了，去把飯做了，然後輔導真真功課。聽明白了嗎？給我輔導功課可是你的榮幸。等我考上了清北大學，你不也跟着沾光嗎？我哥那麼有錢，什麼家教請不到，給你機會那是看得起你，你要懂得珍惜。這種沾光的機會還是留給你的新嫂子。我跟顧明軒已經離婚了。媽，蘇景年愛大哥愛得跟舔狗一樣，怎麼可能會跟大哥離婚？要是你大哥不要他，這離婚也正常啊。畢竟輕易給你大哥生了個大胖小子，就算是為了給孩子上戶口，那也得給輕易個正式名分呀。雖然我巴不得一腳把蘇景年踹出顧家，可是現在不行啊。蘇景年做的飯很好吃的，就連我暗戀的校草傅家樹都喜歡吃。要是蘇景年以後都不給我送飯了，我還怎麼跟傅家樹獨處？蘇景年，就算我大哥要跟你離婚，你也可以死纏爛打，這不是你最擅長的事情了嗎？你去給我大哥認個錯，實在不行你就跪下磕頭給我大哥賠罪，我大哥心軟，肯定會原諒你的。傅真真，你耳朵不好是不是？是我要跟你大哥離婚，是我不想再被你們一家人吸血了。蘇景年，你什麼意思啊？誰吸你血了？要不是我大哥，你能過得上這種錦衣玉食的好日子嗎？伺候我們一家不是你分內的事情了。蘇景年，你什麼意思啊？誰吸你血了？你們先出去忙吧。兒子，到底怎麼回事？蘇景年說他跟你離婚了，現在正收拾東西要走了。什麼？蘇景年不但沒來主動找我認錯，還敢離家出走。媽，別管他，他要鬧就讓他鬧個夠。我倒要看看他能堅持到什麼時候。原來如此，鬧假離婚，不就是和輕易爭寵罷了？他捨得跟我兒子離婚，就有鬼了。張翠萍，我陪嫁的那些珠寶和首飾呢？蘇景年，你爸媽就這樣教育你的吧？敢直呼長輩的名字！我再問你一次，我的那些首飾呢？什麼首飾？我不知道。張翠萍，以前是我不跟你計較，你真以為我不知道我的首飾都是你拿的？你不但帶着我那些昂貴的首飾跟小區裡的老太太炫耀，還恬不知恥的說是你兒子孝順買的。以前是以前，現在是現在，既然離婚了，賬自然要算清。您好，我要報案。哎呦，你報什麼案？好好的，你非要鬧得我們家雞犬不寧嘛！我那麼多昂貴的珠寶丟了，當然要報案。警察抓小偷，天經地義。這個賤人居然真的敢報警，完蛋了！今天這件事情
肯定卖不掉的。什么偷不偷的？我看你那些珠宝首饰，平时在抽屉里放着也不戴，我就是帮忙你戴的而已。何况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分什么你的我的？到我老太婆100年之后，又把他们带不到棺材里边，那时候这些东西还不都是你的？您这话说反了吧？哪有婆婆霸占儿媳的首饰要等到您进了棺材才肯歸還的？您要是明天就进棺材还好，若是要20年之后才进棺材，我岂不是要等20年？你别诅咒我！苏几年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妈？你要是把我妈气出个好歹来，你才担得起这個責任嘛！錢財乃身外之物，你這麼小氣做什麼？借給我媽戴，又不是給別人，有必要這麼小題大做嗎？既然是借，那你現在還給我。怎么还打回来了？万一警察来了，豈不是驚動小區的鄰居了？要是被那些死八婆知道我同兒媳婦的嫁妝，那我還怎麼做人呢？給你，都給你，反正我兒子現在是大公司的董事長，難不成還惦記你這點嫁妝？給你。我結婚的時候戴了12件珠寶，還缺一個太陽花黃鑽戒指，一條克什米爾藍寶石項鏈，帝王綠翡翠戒指跟手鐲，還有一條野生珍珠項鏈。這個賤人，那麼多珠寶，怎麼種種件件都記得？媽，這5件首飾說好給我的，我都準備在畢業典禮上佩戴驚豔全項，你現在讓我還給他，憑什麼？蘇景年那個賤人，就是為了和你青衣姐爭寵才這麼鬧的。這些年你沒看出來嗎？他愛你大哥都愛到骨子裡去了，為了你大哥，他什麼都能妥協。這些東西啊，雖然說現在還給他，過不了幾天，他還不得乖乖求着我們戴啊。原來如此，等他求着想要回來的時候，這些珠寶首飾他可得加倍給回來，否則我是不會讓他進家門的。蘇幾年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你今天要是離開了這裡，再想回來住，可就沒有那麼容易了。說起來，這房子也是我的陪嫁，你們最好提前搬出去，別到時候被人趕走，卻怪我沒有提前打招呼。蘇幾年，你我的手鐲，我的戒指，我的心肝寶貝，沒有了這些，我可怎麼活了？媽，蘇幾年說這套房子也是他的，讓我們盡早搬走，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這房子確實是蘇幾年的嫁妝，可她既然嫁給了你哥，這房子也就應該姓顧呀。你放心，她就是鬧鬧脾氣，過2天她肯定會回來求你哥的。啊，對了，你哥跟我提起過，他最近正在看城南雲路別墅，估計也過不了多久，我們就會搬到別墅裡去住。雲路別墅，就是那個海城頂級富人區的雲路別墅嗎？我們校草傅家樹就住在這裡，沒想到我能和傅家樹做鄰居，以後肯定能朝夕相處，日久生情。等到我們全家都搬進別墅後，我跟你哥商量一下，到時候呀，把這個大平層轉到你的名下，將來你出嫁的時候給你做嫁妝。祝你脫離苦海。哎呦，不過幾年，你真的下定決心了？那就走調解離婚程序，這樣的話就可以直接避開離婚冷靜期，直接離婚。當然，你要是反悔的話，你知道我的，一旦做了決定，就絕對不會回頭。哎呀，但是這10年也太可惜，太不知道。不是，我到現在都沒有想明白，你當初為什麼會看上顧明軒啊？你們明明就是2個世界的人啊！
没事吧，蘇景年？蘇景年，醒醒，蘇景年，來，起來，起來，來，別害怕，我就算丟了我這條命，也會送你去醫院。你知道的，救命之恩，以身相許。這10年就當是我欠他。景年，你真的要給那鳳凰男1000萬？我和顧明軒結婚3年，夫妻共同財產也就是公司成立第1年分紅打到我賬上的2000萬，我們1人1半，就算兩清了，我們的夫妻緣分也就盡了。但是你這些年的付出豈是1000萬可以彌補的？要是沒有你的話，哪有他現在的公司啊？再說了，他公司的股份你可是1分沒有，這錢你還得分他一半，你這也太好欺負了。你放心，我不差這1000萬，更何況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，過幾天這個錢就会回到我的銀行卡上。那好吧，離婚調解員我已經幫你約好了。您的银行卡入賬1000萬元整。蘇景年啊，蘇景年，我還以為你鬧離婚能堅持多久呢，結果才1天不到就妥協了，還為了挽回我們之間的關係，給我打了1000萬。估計這也是你從蘇家要的錢吧？蘇景年，你知錯了。顧明軒，我在法院等你，你现在就過來。去法院門口坐着吧。哦，是了，蘇景年很喜歡法院門口的那家魚湯麵，以前我們大學約會的時候經常去那家麵館，他這是想要故地重遊，給自己一個台階下，好挽回我。蘇景年啊，蘇景年，看在你主動上交1000萬的份上，我就勉為其難成全一下你的小心思。蘇景年，你到底在哪兒？法院門口。這輛勞斯萊斯是結婚前我媽送我的新婚禮物，結婚後顧明軒就以做生意裝門面為由拿去開了。結婚1年，我回歸家庭，顧明軒不僅沒有把勞斯萊斯還給我，而是給我重新買了1輛車，說是方便菜市場買菜。顧明軒，以前沒覺得，現在看來你真是就差把虛榮、虛偽、自私幾個字貼在腦門上。下次想約我，提前說。你也知道我很忙的，我是特意取消了會議趕過來的。放心，你要不了多少時間，我已經安排好了，只要你配合，拿到調解書，你立刻可以繼續回公司開會。什麼調解書啊？離婚調解書。蘇景年，你有完沒完？顧明軒，我說離婚，你以為我在跟你鬧着玩嗎？趕緊進去吧，別讓我瞧不起你。他真要離婚？蘇景年性格很犟啊，當初所有人都反對她嫁給我，她還是嫁了。如果她真要離婚，那誰也阻止不了。怎麼辦？怎麼辦？蘇景年家世背景雄厚，他的父親蘇哲遠是投資大佬，身價不菲，只有1個女兒，而且還是個戀愛腦。等他父母死了，那些東西不就都是我的？現在真的離婚了，豈不是雞飛蛋打？不對，調解，既然是調解，那就證明他壓根不想離婚。哼，我明白了，蘇景年，你就是覺得無法挽回我，所以故意讓法院的人出面勸我回歸家庭，或者給我施壓。
我就知道，蘇景年，你根本就離不開我。两位想清楚了，確定要離婚？我們已經達成協議了，直接開具調解書吧。顧先生，你也確定開具調解書，不再考慮一下嗎？蘇景年啊，蘇景年，你以為在法院就能唬住我？蘇景年，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，但是想讓我妥協，不可能。秦姨現在無家可歸，又剛剛生完孩子，我不可能放任她不管。不就是讓你給秦姨做月子餐嗎？你就鬧成這個樣子。我若是這次慣着你，以後你更無法無天。你也看到了，還有調解的必要嗎？你整這麼一出，就是為了這張廢紙。蘇景年，我看你是时候出去找个班上了，免得你整天在家無所事事，就會整這些有的沒的。顧明軒啊，顧明軒，你還是沒弄清楚，我們手上拿的離婚調解書等同於起訴離婚的判決書，也等於協議離婚的離婚證。也就是說，從現在開始，我們已經正式離婚，不再是夫妻。去，把我車挪過來。顧明軒，這輛勞斯萊斯是婚前我母親買給我的，算是我的婚前財產，現在該物歸原主。蘇景年，你給我等着！這次我是真的生氣了，我絕對不會輕易原諒你。謝天謝地，謝天謝地，總算是離了。今天晚上我請客，慶祝你恢復單身。別笑了，還有一件事你幫我辦一下，我陪嫁那套市值8000萬的大平層，幫我6000萬低價賣了。當然價格這麼低，清理非法住戶這件事情就由買家和中介自己負責。雖然覺得你有點虧，不過這樣能盡快和那個鳳凰男切個清楚，我支持。軒哥，你來了。出來辦事兒，路過這裡，順便過來看看你。軒哥，你吃早餐了嗎？早上餐廳牛角包很好吃，我特意給你留了一個。秦姨，還是你好。軒哥，你又跟景年姐吵架了。其實都是我不好，怪我沒有解釋清楚，害得他又誤會你。跟你有什麼關係啊？是他小肚雞腸，無理取鬧。即便他無理取鬧，你也願意一直包容他，從未想過跟他分開。其實有時候，我真的很羨慕景年姐。糟糠之妻，不是說分開就能分開的。不過我相信，景年姐很快就會知道，我們是一起成就事業，而非她想的那些兒女私情。對了，軒哥，你能不能借我1000萬？1000萬？你要幹什麼？我在美國有個投行的師兄，他現在手頭上有個極好的項目，我也想進去分一杯羹。算我借你的，3個月之後，我連本帶利的還給你。如果你覺得為難也沒關係，我再想想其他辦法。是我考慮不周了，景年姐知道肯定又要跟你吵架，到時候又要誤會更深了。你別提他，提起他我就來氣。
不过這1000萬，今天早上蘇景年不是給我轉了1000萬嗎？反正是白得的，借給青衣也無妨。而且他在華爾街也有不少人脈，應該能賺錢。軒哥，你真的別為了我又跟幾年前鬧矛盾了。我做事跟他蘇景年有什麼關係？1000萬而已，我現在就轉給你。入賬1000萬元整。傅青衣的1000萬這麼快就轉過來了。如果我沒猜錯的話，這是我早上轉給顧明軒的1000萬。對我摳摳搜搜，對傅青衣倒是一擲千金。多多，你終於來了。听前头都說你離婚了。傅時清，怎麼是你？老朋友恢復單身了，在這買醉，來陪你喝一杯，行嗎？好久不見。其實也沒你說的那麼久。你說什麼？沒事，來，繼續。Tell me a truth, this is the end. I feel I lose myself. Can't fall away to lose you. Why this so complicated? Nothing. 傅时清，我怎麼突然覺得你怪好看？好看的有些勾人。快走吧，我喝多了喜歡耍酒瘋，別嚇到。媽，非要親我？10年前的事兒，你怎麼還記得？那天畢業晚會你喝醉了，不過我掙扎親了我，你還跟我告白了。哎呦，文采斐然啊，一字一句。閉嘴！3月不過，春光相遇，大雨傾盆。不行，不能再讓他說下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我帶了傘，能不能跟你去？要是我怎麼睡了傅时清？不行，不能讓他知道。4、9年，這就要走了。你什麼時候醒的？在你準備不負責，提着裙子拍拍屁股走人的時候。傅時清，你一個大男人要我負什麼責？男人就不用負責了，搞性別歧視啊你！我身上就這麼多錢了。4、9年，你在羞辱我。那你想幹什麼？昨天晚上呢，是我的第一次，所以你必須得對我負責，跟我結婚。傅時清，我結過婚了。我知道，而且我還知道，你昨天晚上離婚了。我昨天剛從一個火坑裡跳出來，你今天讓我跳進另一個火坑，我腦子又沒進水。你怎麼知道我就是火坑啊？你是不是火坑我不在乎，我也不想知道，反正我是不會同意的。你想幹嘛？就算是你要報警，我也……給蘇伯伯打電話，我告訴他的女兒睡了我，還不負責。你跟我爸打電話，你告訴他我爸會打死我的。傅建哲，有事嗎？傅建哲，有事嗎？跟我結婚，大不了以後。
哎，蘇伯父，是這樣的啊，前2天呢，我剛得了一罐武夷山母樹大虎跑，我第一時間就想到了您。等您度完假，我去拜訪您。天啊，你上次送我的还没喝完呢，现在送我好茶，这怎么好意思呀？蘇伯父，這好茶在我手裡放着，那就是糟蹋了。只有在您手裡，才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啊！您就別跟我客氣了。好，等我回去了，一起喝茶。好。脾氣，我拍我岳父大人的马屁，有什麼丟人的？我怎麼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跟我爸關係這麼好？你不知道的事兒多了。走，出發吧。出發？去哪兒？去民政局領證啊。傅时清，我們好好談一談。媽，你反悔了？我不是想反悔，我只是很好奇，你為什麼非得跟我結婚不可啊？今年喜歡你10年了，我不想再錯過你了。你喜歡我？怎麼可能？真的，我暗戀了你10年，喜歡了你10年，我好不容易盼到你離婚了，我不想再等了，我1分1秒都不想等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現在腦子有點亂。傅时清，不管你說的是不是真的，我還是不能跟你結婚，因為我不喜歡你。我知道你不喜歡我，我也不奢望你現在就喜歡你，但是為什麼我們就不能試一下呢？或許未來的某一天你就愛上我了呢？其實我們也是挺合拍的，起碼昨天晚上。傅時清，我就是想給自己再爭取一次機會，給我1年時間，如果1年之後你依舊不愛我，我放你走。那我們為什麼非要領證呢？談戀愛不行嗎？2年前我母親得了重病，她畢生的願望就是看到我結婚。什麼？伯母？她？我一定是腦子進水了，居然真的跟傅時清領證了。交給我來保管，絕對不會弄丟的。你想要也找不到。哼。傅時清，雖然我們結婚了，但是我們要約法3章。夫人請講，洗耳恭聽。第一，我們結婚的消息先不要對外公開，我畢竟剛離婚，還沒有適應。好，沒問題。第二，我要進研發部，等到時機成熟，我想成立自己的研發小組，公司要全力支持。你是老闆娘啊，你自己說了算。第三，雖然我們已經領證了，我也答應你培養感情，但是在我們培養出感情之前，我們要互相尊重，不能強迫。不能強迫什麼？不能強迫我跟你睡覺。雖然我們已經發生過1次關係，但不代表我還願意跟你發生第2次。你放心吧，我會充分尊重你的，不會強迫你半分啊。當然了，我也強調一下啊，如果夫人對我有任何想法的話，可以隨時來強迫我啊，完全不需要尊重我。我現在合理懷疑昨天是你算計我。景年，我知道你在懷疑我，但其實不是的，我只是，是，
我是从钱律那儿得知了你離婚的消息，我一时太高興了，我就來找你了。但至於後來的事情，絕對不是事先計劃好的，都是我情難自制。哎，都怪那酒後勁太大了，我才失去理智的。傅时清，這是民政局，不是無人區。還有什麼條件，一次性說出來，我全都答應。傅時清，如果1年之後我們還是不能培養出感情，我們就和平分手，誰也不要糾纏誰。經年，我愛你，但這不代表着你就一定要愛我。你肯給我機會，我已經感激不盡了，真的。1年，如果1年之後你還是沒有辦法愛上我，我會主動消失在你的生命中。其實我……幹什麼？蘇景年，你什麼時候學會夜不歸宿了？傅明軒，我們已經離婚了，我在哪兒過夜關你屁事？你又拿離婚威脅我，蘇景年，到底要胡鬧到什麼時候？我沒時間陪你玩，跟你說正事兒。媽吃的藥沒有了，買了送回來。還有，車鑰匙放到玄關的櫃子上，我明天要去銀行談事兒。你不會讓我開着你那輛奧拓去吧？乖，趕快回來，今晚我陪你吃飯。兒子，那個小賤人怎麼說？媽，放心吧，我都已經大發慈悲，決定今晚陪他吃飯了，他還不得屁顛屁顛的趕回來做牛做馬？行了，我去公司了。顧明軒啊，顧明軒，你真的是高高在上慣了，以至於覺得陪我吃一頓飯就是對我最大的感情施捨。說白了，你就是想讓我回去當你家的免費保姆，想要繼續霸佔我的勞斯萊斯。景年，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？他想要我的勞斯萊斯，我不僅不會給他，我還會要回我的大平層。等着吧，有好戲看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這個是我的附屬金卡，隨便刷。這個是蘭亭別墅的門禁卡，上面有房號。好，我晚上搬過去。我跟你們說呀，我那個兒媳婦真沒良心，我們對她那麼好，她竟然不知足。要不是我兒子，她能住上這麼好的房子嗎？能當上那上市公司董事長太太嗎？前2天呀，把我那翡翠玉鐲還有戒指都給我搜刮走了。顾董這麼有出息，能嫁給他呀，本來就是3生3世修來的福气。是，我說你今天怎麼沒帶你那個帝王綠的翡翠手鐲？那麼貴重的東西你還肯給他，你也太好说话。我看呀，這種兒媳婦就該好好收拾，免得他呀蹬鼻子上臉。是。我们這棟誰瞎要搬家呀？怎麼沒有聽說呀？應該是馬老太家。前一陣我聽說他兒子被裁員了，房子也不能買不起。還是你有福氣呀，兒子呀，開這麼大的公司，根本不需要操心這些。媽，你快回來！家裡來了一群奇怪的人，還搶我們家的東西。光天化日，入室搶劫！哎，你們跟我一起去看看。走！你怎么回事？快！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媽，這些人說是嫂子請來搬東西的，說她買的東西要全部搬走。哎呦，這個糟天殺的，他到底想幹什麼？快給你個打電話！我給大哥打過電話了，大哥在趕回來的路上了。你們別搬我家東西！你們別搬我家東西！哎呀，那這也太不像話了！你說一吵架他就要拆家啊，還說要把自己買的東西都搬走，就算是他買的，
用的也是你兒子的錢。我跟你說啊，这种兒媳婦可不能要，趕快叫你兒子離婚。你兒子的条件，配海城的千金名媛绰绰有餘，找了这么一个泼妇。哎呦，兒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住手！都放下！你们到底是谁？谁让你们这麼做的？顧先生是吧？我們是受蘇小姐的委託，將她的東西全部帶走。蘇景年，你作天作地，還要作到什麼時候？你們這是私闖民宅，我只要報警，你們通通都得去蹲局子。我命令你們10分鐘之內把所有東西物歸原位，否則後果你們自己承擔。顧先生，我們的僱主是蘇小姐，您有問題可以和蘇小姐商量。如果您有需要的話，我們也可以幫你報警。這房子還有裡面所有東西都是蘇景年的婚前財產，如果治安員來了，這些暴露出去，我還怎麼做人？蘇景年是我妻子，最近我們夫妻鬧了點小矛盾，她這是在耍小脾氣。這樣吧，我太太給了你們多少勞務費，我給你們雙倍，你們把東西都給我放回去，我太太那邊我會搞定。顧太太也太不識好歹了，作也要有個限度。顧董日理萬機，還要費心處理這些事情，還真把自己當公主了。聽說他是顧總創業之前娶的糟糠妻，又懶又饞，不懂得孝敬，還沒規矩。顧總可是有情有義的人，居然沒踹了他。他呀，還沒意識到能嫁給顧董這樣優秀的男人是多麼幸運的事情。抱歉，顧先生，這件事無法幫你，因為這套房子已經賣出去了。你在胡說什麼？蘇景年怎麼可能擅自把房子賣了？蘇小姐說房子是婚前母親給她的嫁妝，屬於婚前財產。她已經和你離婚了，想怎麼處置就怎麼處置。什麼情況？顧家的大平層已經被賣了，顧先生和顧太太已經離婚了，房子是顧太太的婚前財產，是她母親送的嫁妝。要是能從大平層做嫁妝，那應該不是一般家庭了。原來顧明軒是個鳳凰男啊，年紀輕輕發展的這麼快，肯定是靠着老婆家的關係。哎呦，就是靠吃軟飯的，還吃出脾氣來了。張姐，你原先戴的那個帝王綠翡翠鐲子，該不也是強兒媳的嫁妝吧？現在是不是也被要走了？什麼婚前財產，什麼嫁妝？她居然嫁進我們顧家了，生是我顧家的人，死是我顧家的鬼。既然是我顧家的人，那房子首飾不都應該是顧家的嗎？人家是嫁女兒，不是賣女兒。有你一個這樣當婆婆的，難怪要跟你兒子離婚。離了婚還占人家強兒媳的房子，真是丟人現眼。走，我們給他們家宣傳宣傳去。走，什麼事什麼人嘛？哎呦，大家繼續搬，搬。你們能不能別搬了？別搬了呀！兒子，你真的和那個小賤人離婚了？當然沒有。接電話，蘇景年，你給我接電話呀！哥，我的書桌和電腦都被搬走了，我現在連個寫作業的地方都沒了。天底下怎麼有這麼狠毒的女人？還有我的紅木床，還有我的牛皮紙涼席啊！這個天殺的小伺候，這次你一定不能放過他！夠！都給我閉嘴！哥，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？還能怎麼辦？先去酒店。看來蘇景年這次是來真的了。如果青衣這件事情我不妥協，說不定他真的會離婚。要不我就退一步，讓他不要坐月子餐了。這樣會不會太便宜他了？
今年昨晚不是我放你飞机，我可是帮你把房子连夜给卖出去了。哦，对了，那6000万到你账上了吧？对了，你昨天晚上没喝多吧？也没耍酒疯吧？多多，我又结婚了。你跟顾明轩复婚了？苏几年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你我没有跟顾明轩复婚，那难不成？难不成是傅时清？磕到了，这对 CP 终于让我给磕到。傅时清10年苦练，美梦成真。我就知道昨天晚上是你出卖我。今年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看着傅时清这些年那么惨，我好心告诉了他一下。喂，哪位啊？看来傅太太已经忘了我这个新老公了啊！3月不过，春光相遇，大雨倾盆挡住了你离开的路。我在那3，能不能跟你去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忘记存你号码了。傅太太准备什么时候回家呀？快了。好，我等你啊。你昨天晚上发生了些什么呀？你快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，快说说，快说说！这昨晚的事怎么说啊？儿童不宜啊！快说呀，急死我！多多，我先回去了，下次有机会再跟你解释。哎，不是你别走啊！我就睡这间，我在你隔壁。晚上有什么事儿，随时找我。好，那你先休息，我收拾收拾。手机给我一下。干嘛？我有几个号碼，一起帮你存一下。苏景宁手机里的亲亲老公只能是我。顾明轩这个凤凰男，只配叫做小丑。晚安，傅太太。幼稚。这是谁的号碼？苏几年，你舍得接我的電話了？你知道我在哪裡給你打電話嗎？我們全家現在都住在酒店。蘇幾年，你舍得接我的電話了？你知道我在哪裡給你打電話嗎？我們全家現在都住在酒店。那跟我有什麼關係？要不是你擅自把房子賣了，我們能住酒店嗎？房子是我的婚前財產，我想賣就賣。蘇幾年，你怎麼能這麼自私自利？阿軒，不如趁此機會跟他離了。我看傅小姐倒和你挺般配的。再說你們倆孩子都生了，我顧家的長孫可不能成為私生子啊。媽，你就別添亂了，我跟景年是不可能離婚的。媽就是頭髮長見識短，蘇景年他爸的人脈和資源對我來說至關重要。或許真得讓蘇景年佔點便宜，給他一點甜頭。哎，你看这人穿着西装飘扬的，谁要吃啊？呀，
什麼風把咱顧董給吹來的？錢律師，你和景年是好友，我希望你能勸勸他。勸他回心轉意，繼續被你們一家子敲骨吸髓，當冤大頭、吸血包還是搖錢樹啊？我和景年結婚3年，向來相敬如賓，我什麼時候把他當成搖錢樹、吸血包了？相反，他現在吃的、喝的、穿的，哪一個不是用我的錢買的？顾明軒，你還有臉說這個呀？你創業的基金是誰給你的？你之前開的豪車、住的豪宅，那誰的嫁妆？那都是他心甘情願的，我從來沒有逼他。没錯，嫁給你，算他眼瞎。钱小姐，你这話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說到底，景年離家出走，也可以說是我們夫妻間的小情趣。他不過是在等我哄他回來罷了。如果我們感情不好，怎麼可能讓他這麼做？離婚也算夫妻情趣？錢律師，我可以明確告訴你，我和景年現在是在婚姻調解的階段，但我是不會跟他離婚的。你是他最好的朋友，我不奢求你能幫什麼忙，但也請你不要從中作梗，破壞我和景年的夫妻感情。這個鳳凰男不知道簽訂離婚調解協議書就等同於領了離婚證嗎？那如果他知道景年已經閃婚而嫁，還不得當場嗝屁？這人我也要死在我這兒，他訛我怎麼辦？錢律師，我希望你能把蘇景年叫過來，你告訴他，逃避是沒有用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他在哪兒，也不想告訴你他在哪兒。我要開會了，恕不奉陪。景年，那個鳳凰男來我這兒找你來了，你可千萬不要過來啊！景年，那個鳳凰男來我這兒找你來了，你可千萬不要過來啊！多多，你放心吧，我會讓他滾蛋。有什麼事兒啊？董事長，我們申請銀行融資又被拒絕了。還有，3年前芯片鬼才洛神授權的專利還有2天就到期了，如果沒有辦法拿到專利授權書的話，我們公司上市一事會被監管無限延期，甚至連現有的商品生產都會被暫停。這2件事我都會想辦法解決的，等我消息。銀行融資都還好說，只要找到蘇景年的父親疏通一下，多少錢都能融出來。至於專利授權書，我得盡快找到洛神，續簽授權書。蘇景年，最近就是因為你不斷作妖，我才會流年不利，事業不順。要不是看你還有點利用價值，我真想直接踹你。景年，我就知道你不會讓我等太久的。顧明軒，找我有什麼事？蘇景年怎麼氣性還這麼大？看來不給他一點點甜頭是真的不行了。這東西本來是給青衣準備的，真是便宜他。景年，我給你買了早餐，你最愛吃的皮蛋瘦肉粥，我們去車裡邊吃邊聊怎麼樣？那是你最喜歡吃的，我從來不吃皮蛋。結婚這幾年，蘇景年做早餐經常會做皮蛋瘦肉粥，我還以為他也很喜歡呢。啊，是我不好。你想吃什麼？我現在帶你去。榮記的早茶怎麼樣？顧明軒，有話快說，有屁快放。玉錦蘭亭的大平層，你賣了就賣了。我最近看上了一棟別墅，只要1個億。我手裡有2000萬，加上你賣房的8000萬，我們把別墅買下來怎麼樣？啊，你放心，房子我一定會加上你的名字的，算是我們夫妻共同財產。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婚前財產就變成了我們的夫妻共同財產？顧明軒，你還真會算計啊！哎，景年，你不要想那麼多，
你我夫妻一體，何必分那么清楚呢？我的永遠都是你的，而且我準備上市穩定之後，我們就要個孩子，自然也需要大一點的房子嘛。不好意思啊，房子只賣了6000萬。蘇景年，市值8000萬的房子，你就賣了6000萬，你真是敗家。6000萬就6000萬吧，我們可以先付個首付，等公司上市之後，剩下那點尾款根本不算什麼。什麼事啊？轩哥，你快来，宝宝出事了！你先別哭，我馬上就到。景年，公司有事兒，我先回去一趟。哦，你盡快把那6000萬打到我賬戶上。現在媽和妹妹都沒有地方落腳，我們得盡快把別墅買下來。陸明軒，我什麼時候答應把那6000萬打給你？痴人說夢。別哭啊！我求你別哭啊！連帶孩子都不會，让你幹什麼呀？青衣，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軒哥，寶寶他吐奶了。傅小姐，我已經跟你解釋過了，寶寶吐奶很正常，就是吃多了。這位傅小姐每天都在精心裝扮，根本就不搭理孩子。只有這位顧先生差不多要過來的時候，才會裝模作樣餵奶。這吐奶就是他故意弄的，還在這裝呢。青衣，小孩確實是這樣的，你就別太擔心了。軒哥，你最近很忙嗎？已經2天沒過來了。最近是有點忙。在忙什麼呢？無非就是些公司上市的事情。啊，對了，等會兒我還得去看雲麓山別墅，我這2天準備買一套。公司上市的事情，我現在還沒有辦法幫你，但看別墅我們可以一起啊。不用了吧，你還在坐月子，不能外出。軒哥，我坐月子像坐牢一樣，我早就想出去透透氣了。而且我以前就住在雲麓山別墅，那裡我熟悉得很，說不定到時候我能幫你要點優惠呢。那行，待會兒你跟我一起去吧。軒哥，你的那輛限量款勞斯萊斯呢？那個啊，前2天被追尾了，正在店裡維修。這輛是我家買菜的車。蘇景年，要不是你，我怎麼可能在青衣面前丟人？奧拓，這是人能開的嗎？狗都不開。奧拓也挺可愛的，不過我覺得還是開我那輛奔馳過去。銷售中心的人啊，多勢利眼啊，這輛車恐怕開都開不進去。青衣，還是你好，不但不嫌棄奧拓，還處處為我着想。
傅小姐、顾先生，这就是你们要看的别墅，精装修，随时可以拎包入住。不错，我挺满意的。顾先生，如果您今天买下来的话，今晚就可以搬进来，其余手续我替您慢慢办理。您看您是全款还是分期啊？我当然想全款，但苏景年那边只有6000万。分期吧，这房子价值1个亿，我先付6000万。顾明轩不愧是能独自创业的新贵，眼都不眨就能拿出6000万，我得快点让他当孩子的爸。这别墅我也要搬进来。顾先生、傅小姐，麻烦您二位在这稍等一会儿，我让我们财务专门过来为你们服務。苏景年怎么还没把6000万打过来？以前但凡我想用钱，只要稍微暗示一下，他就立刻会把钱转过来，1分钟都不耽误。现在都1个小时了，轩哥，你怎么了？什么情况啊？难道苏景年有什么急事儿，所以还没有来得及把钱打给我？您好，您苏景年，你倒是接电话呀！没了苏景年那6000万，我最多只能拿得出2000万，那還是公司成立第1年的分紅。不對，那2000萬當年財務好像是打到蘇景年賬戶上的，也就是說，聯繫不上蘇景年，我手頭1分錢都沒，而他手頭有8000萬。顧先生，這就是我們財務。你要轉賬還是刷卡呢？我們這邊都會給您提供最好的服務。那個，抱歉啊，我的資金暫時出了點問題，你們這邊首付最低可以付多少？最低首付是30%，也就是3000萬。還要這麼多？3000萬我也沒有啊，就連公司賬上也只有1000萬。所有購房合同、銷售經理都準備好了，就差給錢了。如果我現在反悔的話，在親戚面前就丟人丟到家了。都怪蘇景年，居然沒及時把錢轉給我。顧先生，如果您拿不出錢的話，就別在這消遣我們了。這樣吧，合同還是按照首付6000萬來簽，我先付1000萬的定金，明天把剩下的5000萬補齊，如何？沒問題，但我需要提醒你一下，如果您最終決定不購買這套別墅，定金會變成違約金，不退方案。經理，忘記向你介紹了，這位是清明科技公司董事長。買套小別墅，至於拿不出錢嗎？顧董，實在對不起啊，我這多嘴一問，您別介意，您別介意啊啊！財務，把公司賬面上的1000萬轉到我的私人賬戶上。董事長，經理會那邊最近要做上市前的財務審查。讓你轉你就轉，哪來那麼多廢話？明天我就補回去。刷卡吧。好嘞。蘇景年到底在搞什麼？一天了都不接我電話。他該不會真的要跟我離婚吧？不可能。他和狗皮膏藥一樣糾纏了我那麼多年，要是想走，早就走了，怎麼可能等到現在？董事長，出事了！清明科技董事長携女友碰別墅，已好事將近。讓公關部馬上處理乾淨。
我就说蘇景年這次怎麼這麼反常，居然沒及時把錢打給我，還玩失蹤，估計是看到這個新聞吃醋了。說到底，他還是很在意我的，要不然也不會鬧這種脾氣。不過今天無論如何，我都得讓他把6000萬，不對，應該是8000萬打到我賬戶上。他也沒什麼地方能去，不在錢多多那兒，應該就是回蘇家了。老爷，顾先生来了。那既然伯父您有客人，我先出去走走。好，先这样，晚上留下来一起吃飯。好。居然是傅氏集团董事长傅时清，我一直想要結交他都沒有機會，居然能在這裡碰到。蘇老頭的人脈果然驚人。爸，怎麼就你一個人回來？景年呢？爸，我也是來找景年的。他最近跟我一直鬧小孩子脾氣，電話不接，家也不回，我很擔心他。他為什麼鬧脾氣？那個因為公司新來了個美女技術總監，景年懷疑我跟他有染，就天天鬧事兒。我不同意開除技術總監，景年就離家出走了。蘇景年，你別怪我來你爸這兒告狀，畢竟這次就是你在拈酸吃醋，無理取鬧。無風不起浪。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你公司美女不少，景年從來不在乎。可現在為什麼氣得離家出走？你確定只是他一個人的問題？爸，景年這2年畢竟變了不少，可能是天天在家無所事事的原因。當然也怪我，公司上市在即，這段時間太忙了，忽略了他。我今天過來就是想跟他道歉，我以後一定努力平衡工作和家庭，花更多的時間陪伴他。去年就說上市啊，怎麼這麼久還是雷聲大雨點小？又遇到什麼麻煩了？爸，其實也沒什麼麻煩，就是有一筆貸款沒批下來。不過我正在努力想辦法。過幾天正好我要和招銀的賀行長吃飯，到時候啊，你一起去。算了，爸，貸款的事兒我自己想辦法，我不想讓你為了我欠人錢。行了，別廢話，坐吧。我們是一家人，你好，景年才好。以後有什麼事兒了，別老藏着掖着。你有什麼麻煩事，我自然會幫忙。等上市了，我自然有辦法給你鋪路，讓清明呀步步登高。太好了，公司目前最大的麻煩之一就是需要銀行融資，現在解決了這個問題，只要再找到洛神續一下專利合約，就能順利上市了。蘇老頭的人脈和資源以後肯定都得是我的，難不成還便宜了蘇景年那個黃臉婆？謝謝爸。行了，不說這些了。你和景年打算什麼時候要個小孩啊？我和景年商量過了，等公司上市之後，我們就要個孩子。好，留下來一起吃飯吧。既然你回來了，景年啊，不出半個小時肯定回來。景年在家裡安插了眼線，只要我單獨叫傅明軒回來，不出半小時他就會出現，就怕我欺負刁難這個便宜女婿。女兒大了，胳膊肘往外拐呀。好，爸，那我就先不打擾您了。好。
蘇老鬼肯定会打電話讓蘇景年回來給我賠禮道歉的。畢竟我這麼優秀的女婿，上哪給呀？今天最重要的是結識傅时迁，這個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。傅總，您好，我是清明科技的創始人顧明軒，今天能在這裡碰到傅總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清明科技現在炙手可熱啊，顧總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清明科技和傅总您名下的光年科技比起来，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。日後清明科技上市了，還請傅总多多照顧。清明一直希望有機会能跟光年合作。清明现在的核心技術我很欣賞啊，聽說是來自芯片鬼才洛神的專屬授權呢。光年現在也在研發一款新的芯片，正需要這種技術。如果顧總同意的話，這款芯片交給清明來做如何？想不到洛神授權的技術這麼受歡迎，只憑這項專利，沒上市就能拿到光年科技的大單，這相當於是攀上了傅氏的高枝啊！同意，當然同意了。傅總能看上清明，是清明的福氣啊。那麻煩顧總明天來簽合同。好。傅先生、顧先生，我家小姐回来了，还请二位移步餐厅用餐吧。哼，听說我來了蘇家，還不是馬上就得屁顛屁顛的趕回來？蘇景年，你今天必須把6000萬打給我。你來我家幹嘛？給岳父大人送茶。下次過來通知我一聲。好的，老婆大人。蘇景年啊，蘇景年，哪怕你和往常一樣追隨我而來，還刻意打扮討我歡心，可是你讓我在青衣面前丟了面子，這件事肯定不能輕易過去。這裙子真好看，當然，你更好看。好，別站着了，坐下吧。來，吃飯。蘇景年，你還不讓傅時清滾蛋？他才是外人。媽，幾個月不見，你又漂亮了。真的嗎？氣色特別好。伯父，我覺得這西湖龍井18株有點言過了。其實吧，來，你們啊，好，都說啊。蘇景年，你沒有什麼要跟我解釋的嗎？解釋什麼？裝什麼傻？我問你，為什麼沒有及時把6000萬打到我的賬戶上？你知不知道我買房子的時候連首付都拿不出來有多丟人？顧明軒，房子是我的，賣房子的錢也是我的，我憑什麼要把自己的錢給你？又是你的我的，你我之間需要那麼涇渭分明嗎？蘇景年，你是不是覺得我顧明軒圖你那點錢？既然不圖錢的話，就別再提那6000萬了。蘇景年，你明明已經答應了把錢給我買別墅，怎麼可以出爾反爾？我現在就等着這筆錢付首付呢。媽和珍珍現在還住在酒店裡，你是不是要看他們無家可歸你才高興？顧明軒，沒想到你這麼會道德綁架，你是不是已經忘了我們已經離婚了？你媽和妹妹無家可歸跟我又有什麼關係？蘇景年，你現在張嘴閉嘴就把離婚掛在嘴邊，你以為你用離婚來威脅我，
我就会怕你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今天原本是打算来接你的，我还打算近期要个孩子，但现在你这么任性跋扈，看来我得再考虑考虑了。说的好像要个孩子是对我的恩赐一样，你真把自己当皇帝了？別以為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惦記我那6000萬，你挪用了公司專款，付了1000萬的定金，明天付不出首付，定金可是不退的。你說公司要是沒了1000萬，清明還能通過上市前的審計？連這些細節你都知道，你果然是因為我和青衣一起去看房子，所以又在這拈酸吃醋。蘇景年，你到底什麼時候能成熟一點？有這個時間廢話，不如找個律師好好問一問，我們之前那份離婚調解書到底代表了什麼？怎麼回事？蘇景年以前不是最怕我生氣嗎？現在這一招怎麼對他沒用了？實在不行就哄哄他吧，畢竟我現在太需要那6000萬了。好了，老婆，別說氣話了。青衣認識售樓部的經理，所以我才帶他過去看看能不能給優惠一點，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樣。老婆，要不這樣吧，我以後不會再私下見傅青衣了，他那邊找個月嫂就行了。這一次就當是我錯了，原諒我一回，好不好？顧明軒啊，顧明軒，如果一開始你是這樣的態度，或許我真的就妥協了。只可惜現在我已經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顧明軒，我好心告訴你吧，我們之前法院出具的離婚調解書等同離婚證，所以現在法律意義上我們已經是離婚的關係。就哪怕現在你和傅青衣結婚，也跟我沒有任何關係。離婚調解書等同離婚證，這怎麼可能？我們真的已經結束，你好自為之吧。蘇景年，我做了什麼你要跟我離婚？就因為傅青衣嗎？我跟他之間清清白白，我甚至連他的手都沒有摸過。對，就是因為傅青衣，因為他是你心裡的白月光，因為你公司名字裡還暗戳戳加他的名字，因為你用我的嫁妝供他出國留學，因為你們表面正經，其實都藏着骯髒的心思，因為你們全家都要踩踏我，顯得你們清高，因為你們做盡了令我惡心的事情。顧明軒，可緣分已經盡了，好聚好散吧。顧先生，法院出具的離婚調解書確實等同於離婚判決書，也等同於離婚證，而且這是目前唯一可以避開離婚冷靜期的離婚方式。原來我和景年真的離婚了。蘇景年，男人有點小心思不是很正常嗎？我又沒有真的出軌，你憑什麼跟我離婚？蘇景年，我是不會放開你的。說得不錯。爸，我有事要跟你說。要是想讓我跟清明注資，我說過了，等他上市，我會考慮的。爸，我跟顧明軒已經離婚了。你說什麼？我跟顧明軒已經離婚了。混賬！當初不顧我們的反對，說結就結，如今說離就離，虧你是兒媳嗎？我過得不幸福，為什麼不能離婚？你這個逆女！哎呀，老公有話好好說嘛！哎呀，他都是為你慣的，把今年一定要好好教訓教訓，不然以後你二婚了都不告訴我。我二婚了也不會說。你給我跪下！
贤侄啊，我是让他跪，不是让你跪。啊，快起来，爸。你刚说什么？爸，我跟景年已经领证结婚了。哎呀，你们想气死我是吧？今天我非打死你不可！我这话不能好好说吗？这干什么呀？这是！咱们快走，你继续留在这会被我爸打死的。景年，这件事是我的责任，我必须要解释清楚。爸，我喜欢景年10年了，这么多年我天天盼着他離婚，好不容易上天給了我這次機會，才讓我趁虛而入。你要怪就怪我。好，你們很好，都去跪我池上跪下去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连累你了。以我爸的性格，知道我離婚，這頓打肯定是免不了的。現在你把我們的事情告訴他，他恨上你了。爸的性格我可太了解了，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再說了，罰跪算什麼？我就是想要一個名分。算了，懶得說你。但是你也不用跪得這麼板正啊，又沒有人看着我們。我樂意跪。哎，傅世清，我有點好奇，你喜歡我是吧？喜歡就是喜歡，需要什麼理由？那你喜歡我嗎？對不起啊，我愛了顧明軒這麼多年，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他身上。雖然現在我已經認清了他的真面目，但我也沒有辦法一下子抽離出來，再去喜歡上另一個人。我的心可能已經死。那你討厭我嗎？那不就得了？只要你不討厭我，我相信啊，終有一天你會愛上我。我又不是什麼不能愛不可愛的男人，不是嗎？小姐、姑爺，你們先走吧。太太說老爺那邊他搞定。走吧。這樣不太好吧？萬一爸更生氣了怎麼辦？這麼多年爸早就習慣了，我們不在，他眼不見心不煩。你不是天天念叨着景年要嫁的人是傅世清就好，哼，現在夢想成真了，你又整這出，你想幹啥？我是怕呀，表現出高興之後，那小子會輕看景年。我們景年雖然是二婚，也不能受委屈，讓傅世清吃點苦頭，他才懂得珍惜。顧先生早上好，您說今天會過來付60%的首付，請問您什麼時候過來？能不能再寬限幾天？我最近資金有些緊張，最多1週，1週之後我全款支付。顧先生，如果今天下午6點前您沒辦法付足首付，合約自動失效，1000萬的定金我們也有款會還。知道了，我下午會把錢送過去的。您好，您撥叫的用戶暫時無法接通。蘇景年，別以為這樣我就找不到你。
秦毅，有什么事吗？轩哥，不好了！傅家通知我，明天去参加傅老太太70岁生日宴。如果他们知道我未婚生子，我一定会被逐出族谱的。这件事你瞒不了太久，最好早做打算。轩哥，我能不能跟他们说，你是孩子的父亲？轩哥，你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？他那样大人物是不可能公开我孩子身份的。你就帮我一次吧，孩子的父親他也会感謝你的。青衣这个孩子的身世很不簡单，如果我能和这个孩子紧密捆綁，借此卖个人情給他的親生父親，未嘗不是好事。好了，青衣，就別哭了，我答應就是了。什麼事啊？董事長，剛監理會發來正式通知，如果3天內無法補足你挪用的1000萬，再找到洛神續約的話，那麼公司上市一事將會被無限期推遲。錢的事我能馬上解決，至於洛神，你們還聯繫不上嗎？董事長，當年是夫人親自和洛神對接的，除了他，沒有人見過那位神秘的芯片鬼才，所以。原來如此，也就是說，清明這些年能發展這麼快，是因為景年把洛神的專利簽下來了。景年，離開了你，我才知道，原來你這麼重要。我真的想你了，我一定會再給你一個機會。讓你回到我身邊的。新婚生活怎麼樣？比以前好多了。那就好。哦，對了，之前你那位前夫哥來我辦公室的時候，好像還不知道你們在法律上已經算離婚了。他現在已經知道了。那他糾纏你們呀？倒也沒有，沒準他。我還剛想誇他挺識趣來着。我去打發他走吧，免得他一會兒又來影響你心情。晦氣。什麼事？今年明天是我母親70大壽，你願意和我一起參加嗎？好啊，沒問題。老婆，別鬧了，我們回家好不好？傅明軒，誰是你老婆？景年，我認輸行不行？我最近真的很累，你回來吧。我現在才知道，你對我來說這麼重要。顧明軒，我們在一起10年，我求的也不過就是你這句話。景年，那我們……但是顧明軒，所有的東西在錯過了該有的時間，就會變得毫無意義。你走吧，如果你還是個男人的話，以後不要再來找我，也麻煩你不要再去騷擾我的朋友了。顧明軒，我們已經離婚了，你如果再這樣的話，我就報警告你性騷擾。為什麼？我都已經這麼放低姿態了，你卻還要端着架子？這是幾年的手機啊？蘇景年啊，蘇景年，
我記得以前你給我的備註是老公，現在離婚了，反而變成了親親老公。這就說明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，所說的一切都是口是心非。你表面對我絕情，但心裡卻還愛我，愛到骨子裡去了。還好我發現了你的小心思，要不然這一次我還真的被你拿捏了。我倒要看看你還能装到什麼時候。妈，反正我是跟他说明病重，他才勉强答应跟我結婚的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老婆，怎么想那麼早？要不要再多睡會兒？我們快回老宅吧，別讓老人家等太久。好。媽，你突然叫我們過來做什麼？今天老四帶媳婦回來待會兒呢，你們要配合我演一場戲。四弟結婚了什麼時候？結了，就這幾天。這麼大的事兒，四弟也不跟家人商量一下？這是哪家的姑娘啊？有這麼好的福氣？你們別管這姑娘的身世背景了，總之老四跟這個姑娘結婚，那一半都是騙來的。他說我病重，想在閉眼之前看到她結婚。這個姑娘善良，才跟他領了證。對了，待會兒呢，我要演病重的樣子，你們可不能穿幫把戲演砸了，听到沒有？媽，今天是您70大壽，這麼演不吉利吧？只要老四肯結婚，別說是演戲了，就算真讓我踏進鬼門關走一遭都行。媽，您可別這麼說，我們配合您就是了啊。那姑娘知道老四的過去嗎？知道他的為人嗎？撇開這些不談，他就說您重病這件事情就已經是騙婚了。你就是見不得你四弟好，這你四弟好不容易結婚了，你這個當姐的應該高興才是呀。你就少說兩句吧今天是媽生日，配合一下，就當是給媽送生日禮物了，成嗎？大少爺、大太太，青衣小姐回來了。老大媳婦，你們先回去看看青衣，這孩子好久都沒回來老公，老四怎麼突然結婚了？以老太太對老四的喜愛和重視程度，我這手頭的管家權是不是馬上要交給老四媳婦了？把管家權交出去，你以後也樂得輕鬆嘛。你懂什麼呀？沒了這管家權，我們一家子每個月就那點分紅，連買幾個愛馬仕都不夠。我現在都擔心壞了，你還在這傻笑？要不是你沒本事，我至於每天都謀算這些嗎？父親爺，你還有臉回來？帶個野男人和野種回來，奶奶知道一定會被你氣死。姐，我已經把爸爸媽媽都讓給你了，我今天只想借着奶奶70歲生辰大日子，我來看看他們。難道你連我這小小的心願都要剝奪嗎？他們本來就是我的親生父母，是你霸占了15年，你還有臉說讓給我？吵什麼吵？媽，你還不知道吧？傅青衣在外面生了個野種。你都生孩子了，傅青衣，你從小我是怎麼栽培教育你的？就是讓你未婚先孕，丟盡家族的臉。媽，我不是未婚先孕，我結婚了，這是我的丈夫顧明軒，我們在美國領證了。伯父、伯母，我是顧明軒，清明科技公司董事長。
青明科技公司，就是那个在芯片领域风头正劲的青明。伯父既然知道，这是青明的荣幸。这男人身上的这一套可是巴黎小众品牌，贵得要死，还全球限量，而且一般只服務于全球顶级的老钱家族或者王室貴族。哎呀，我沒記錯的話，福布斯富豪榜上就有一個神秘家族，姓顧。哎呀，青姨啊，你都結婚生孩子了，怎麼也不告訴我們呀？無論如何，你是我養大的，在我心裡，你就是我的女兒。以後要有什麼事兒，可一定要告訴我呀！啊，媽，我知道了。小顧，快來，你坐。我讓人啊上頂好的西紅柿擠來，快坐，快坐。我這個養母最會看人下跌，顧明軒的公司還沒上市，怎麼會對他態度這麼好？不過無論如何，這都是好事啊。媽，他一個外人憑什麼對他這麼好？一個大野種生了個小野種，還想占我們家便宜？阿芷，青衣雖然不是我們親生的，但也是我傅家的女兒。以後不准你說這種話。哎呀，這孩子可真好看呀！小顧啊，跟我去書房聊聊天。哎，能得到伯父的指點是明軒的榮幸。青姨，你這老公到底是什麼背景啊？媽，你就別忘了。總之，軒哥他背景不簡單。太好了，看來小顧果然是來自那個姓顧的神秘家族。有了這門婚事，我們長房說不定能壓住老四那一方。青姨啊，等會兒你就和小顧帶着寶寶去你奶奶那露露臉。這是傅家第一個重孫，他一定很高興。記住了，一定要吸引你奶奶的注意力，好好打擊你那個便宜四嬸的氣焰。媽，四叔他結婚了，他娶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啊？不知道那女的什麼來頭，她是和你四叔閃婚的。閃婚？居然能讓我四叔這種人物短時間內跟他領證，手段肯定不簡單。媽，他這種人今天肯定會出盡風頭的。要是這樣的話，那你手頭管家權豈不是？所以今天這風頭必須出在我們大房。只要你把這件事情辦好，我依舊認你當女兒。以後我們大房的好處可少不了你的。媽，我知道了，我現在就去帶着軒哥給奶奶祝壽。至於寶寶什麼時候登場，就聽媽您的安排了。青姨，你不是說你在傅家很邊緣？今日回來不就是走個過場嗎？怎麼現在還要去給老太太請安了？軒哥，這都多虧了你啊！怎麼也？我養父母啊，一定是看出你是人中翹楚，而且以後一定是非同凡響的，所以這才做了態度有了改變。世家大族身不由己，你有權利和價值，別人才會高看你一眼，就連父母也是如此。軒哥，今天我的體面是你給的，謝謝你。果然我這種人中龍鳳，就像暗夜裡的螢火蟲，去哪兒都能發光。也只有青衣才能慧眼識珠。哼，不像蘇景念，對公司的事情還敢說三道四，他算什麼東西？對了，青衣，事情發展到這種地步，我們的關係會不會人盡皆知啊？軒哥，我知道你在擔心什麼，你放心，奶奶她最注重隱私，所以她生辰宴會從不會邀請媒體，景寧姐她是不可能知道的。
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总之，今天这件事绝对不能让蘇景年知道，我還得再去哄哄他，把復婚手續辦。否則的話，不管是6000萬還是洛神的續約合同，都是個大麻煩。兩位，現在老夫人正在和四少爺、四少奶奶講話，你們現在可能不方便上去。既然四叔和四嬸在，那我們作為晚輩的也不適合上去，那我們就在門口等一會兒就是了。你四叔架子這麼大？我四叔啊，不僅是傅氏的董事長，更是傅家的掌權人。傅家上架，誰敢得罪他呀？軒哥，你一會兒見着四叔和四嬸，一定要禮貌一點。四叔他隨便從指縫裡露出一點出來，就夠清明吃得盆滿缽滿的。也對，上次在蘇家遇到傅時清的時候，他答應了要和清明簽合同，可因為提供不了洛神的授權，合同遲遲無法推進。今天有青衣在，說不定能順利的把這份大單拿下來。哼，蘇景年啊，蘇景年，到了那個時候，你才知道我的本事到底多大。哎呀！老夫人，哎呀！老夫人，你不能死啊！你死了，我也跟着你一起走。哎呀！我不能死，我還沒見到我兒媳婦。我死不瞑目呀！老夫人，四少爺帶着四少奶奶來看你了。哎，我回來了，快過來讓我看看。這東西沒插電，能用嗎？我是日盼夜盼，盼了這麼多年，總算把你盼回來了。這個是番茄醬吧？行了，別演了，你太假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呀，這。媽，算我求你了。別裝了！哎呀，不是你打電話讓我演得虛弱一點嗎？這你一回來就拆穿我了，你是把老娘當小鬼子整嗎？哎，我知道老四呀，說我得了重病，想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結婚，這你才同意跟他領證。哎呦！我說你這孩子呀，也太好騙了，不，也太善良了。那您身體還好吧？我呀，雖然無恙，但這心病難醫呀。現在好了，看到你們結婚了，我這樁心病呀也就放下了。您身體健康還是最重要的。好的。四叔，青叶，這位是？怎麼會忽然遇到傅時清？雖然那天在蘇家，我和景年當着他的面沒說過話，他應該不知道我們的關係。可問題是，我和景年遲早是要復婚的，他終究是要知道這一層關係的。到時，四叔，這位是我的丈夫，也是我孩子的父親，顧明軒。你們什麼時候連孩子都生了？顧先生，上次見你的時候，可沒聽說你是青衣的丈夫啊。
軒哥怎麼會認識四叔？四叔，我之前並不想靠輕易的關係攀附傅家，所以就没說。顧先生有这样的品質，我很欣賞。以後都是一家人了，傅氏不會虧待你們的。你們先進去吧，我還要去找我太太呢。還好，傅世清沒看出什麼端倪，要不然就麻煩了。軒哥，你和我四叔有交情，怎麼不說啊？他這個人啊，一向言出必行的。他既然說不會虧待我們，那以後我們肯定能得到不少好處的。只怕真相曝光的時候，得到的不是好處，而是……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景年，軒哥，你怎麼了？青衣，傅老太太的生日宴會邀請蘇家嗎？軒哥，你放心吧，賓客的名單我看過，沒有蘇家。那就好。看來我看到那道身影，絕對不是蘇景年，只是稍微有點像而已。我媽以前還在話劇院當過台柱子，就這演技，也不知道以前怎麼混的。別瞪了，再瞪眼珠子都快出來了。傅時清，你為什麼要騙我？那騙你的原因不明擺着嗎？我想趕緊跟你領證，我就怕一耽擱，你就又跟你那個前夫復婚了。那你也不能拿這個當借口，還聯合你家人演戲騙我。要是我錯了，你打我，你打我消消氣，你打我吧，你打我消消氣。你真捨得打親夫啊？有什麼捨不得的？反正我們也是假夫妻。打可以隨便，話不能亂講啊！我們哪裡是假夫妻？我們是民政局領證的，名正言順的真夫妻。好，1年之後我就跟你離婚，希望你到時候別耍賴。行，1年之後你要是把我睡膩了，你想離婚就離婚。傅時清，你能不能別張口閉口就是睡覺？你腦子裡能不能想點別的？可以啊，那就想想書房、陽台還是浴缸。三次打理。合作愉快啊！合作愉快！哎呀，这老太太真的富丽堂皇，是真的很厲害，真是。Walking up alone and cold, 내 외침을 던져. 헤어날 수 없는 빛, 줄어부터 숨겨. Run into the frozen time.該死，蘇景年怎麼會來這裡？軒哥，景年姐會不會是因為你才來的？因為我？景年姐那麼在乎你，這麼多年一直盯着你的一舉一動，不是嗎？她肯定是跟着你過來的。軒哥，你說她到底想幹什麼呀？蘇景年這個賤人，肯定是想借着這個機會報復我。如果他當眾說出我是小三，讓我丟了傅家的臉，我一定會被逐出家門的。不行，我得讓軒哥解決他。軒哥，景年姐肯定又是誤會我們的關係了，我去求景年姐，哪怕我給她下跪，也一定會解釋清楚的。
我去跟他解釋，你放心，我不會讓他惹出事。我就知道，只要我這麼說，顧明軒一定會心疼，然後去拿捏那個機會。太好了！蘇景年，你竟然跟蹤我！顧明軒，你是什麼好東西嗎？我犯得上跟蹤你？蘇景年，別裝了，你無非就是知道我跟青衣來參加老太太的生辰宴，你想過來故意給青衣難堪，就此毀掉她的名聲。我有說錯你嗎？蘇景年，你的心腸怎麼這麼歹毒？顧明軒，別對我亂吠，你知道的，我從小就怕狗。你骂我是狗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樣子，跟一條賴皮狗有什麼區別？賊喊捉賊，倒打一耙。我以前怎麼不知道你還有這種本事？你行，就算我誤會你了，那你告訴我，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裡？我知道傅家並沒有邀請蘇家。顧明軒，你是不是管得太寬了一點？我為什麼在這裡需要跟你解釋嗎？你有什麼資格問我？你是我老婆，我當然有資格。顧先生是有健忘症嗎？我們已經離婚了，別說我只是你的前妻，就算我是你的妻子，你也沒有權利管我。好你個蘇景年，雖然我知道你內心還是十分在乎我的，可是你演出這種絕情的樣子，還是讓我十分反感。你別以為靠這種小手段就能拿捏我，我早就看穿你了。顧明軒，在這裡我們還是裝作不認識比較好。你也不想讓你的白月光不高興吧？顧明軒，其實我不在乎我們三個之間的關係曝光，但我也不希望給傅世清添麻煩。今天就便宜你們兩個渣男賤女了。果然，蘇景年還是在吃醋啊。不過他最近氣性大，我還是給他台階下吧。景年，你不要誤會我了。青衣今天叫我過來，就是幫個忙。如果我不來，他會身敗名裂的。我保證，這是最後一次，我發誓好不好？這一次之後，他再有什麼要求，我都不會再理會，全心全意對你好。如果我做不到，就讓清明永遠無法上市。顧明軒，你不用發誓，清明能不能上市我完全不在乎，好歹夫妻一場，既然分開了，就體面的分開，不要再來糾纏了。蘇景年，我都用清明發誓了，你怎麼還得理不饒人？這段時間我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讓，跟個舔狗一樣。你做了那麼多過分的事情，我一樣都沒有跟你計較。我勸你別得寸進尺，今天我給了台階讓你下，如果你不下，以後就都沒有這樣的機會了。顧明軒，我沒想到你是一個如此普通庸俗但自戀的男人。你以為離婚是我在跟你賭氣嗎？事到如今你還覺得我蘇景年沒有你就活不下去？怎麼回事？蘇景年說這種話，我為什麼覺得心臟和刀扎一樣的疼？我怎麼感覺好像要失去什麼重要的東西了？我怎麼感覺我快要無法呼吸了？軒哥，景年姐，你們別吵了。景年姐，你不要怪軒哥，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。軒哥他很善良，只是看我們孤兒寡母可憐。景年姐，其實我真的很羨慕你。軒哥深情專一，又重情義，他從沒背叛過你，他的心裡只有你一個人。蘇景年，你想幹什麼？我們之間的事情，我們自己解決，跟青衣無關。軒哥，顧先生還真上心啊！你放心，我逗你們玩呢。蘇景年，你看清楚今天的场合，少在這裡發瘋。景年姐，你別這樣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我真的沒想破壞你的家庭，這都是誤會。傅青衣，我一點都不恨你。相反，我很感激你，是你讓我看清了這個男人的真面目。我感激你讓我迷途知返，
不用將一輩子耗在一個不值得的人身上。如今我跟顧明軒已經離婚，你們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一起。我祝福你。如果你們結婚給我發請帖的話，我一定會參加的。軒哥，你跟景年姐已经離婚了吗？不是离婚，而是被离婚。我從來都沒有同意過。顧明軒這是什麼意思？不過無所謂，蘇景年既然主動離婚了，那省了我很多麻煩，我再也不用背負小三的罵名了。不過要拿捏顧明軒，還得再裝一下。軒哥，你們離婚是因為我嗎？對不起，軒哥。不是因為你，我們之間本来就有很多問題，你不用瞎想。而且我很快就会跟他复婚的。顧明軒最近怎麼了？他不是最討厭蘇景年嗎？怎麼還想复婚？不行，我得盡快拿下顧太太這個位置，這樣我的兒子才不會淪為私生子。老婆，需要帮忙吗？你趕緊出去，我還生氣呢。我知道亲亲老婆没有生气，要不然也不会换晚礼服了，而是直接走了。我呢是不想让老太太失望，你骗我这事兒還沒完。今天晚上老婆大人想怎麼處罰我照單全收。喲，這真帥，是啊，真帥，真漂亮，咱俩红不的就是啊，就有天人好长呀，真是，以後不知道识到多少小姑娘呢，是不是？你看那小嘴儿来。对不起啊，軒哥，我也沒想到我媽會抱着孩子這麼招搖，她這是被我四叔突然結婚刺激的，她怕未來的四嬸搶她的管家權。他就想今天在風頭上壓過剛進門的四嬸，給人家一個下馬威。我知道，現在孩子就是你們大房和四房爭奪關注度的籌碼，但是一會兒我們要怎麼收場啊？軒哥，你為了幫我承擔了這麼多，還害得景年姐誤會更深。等今天結束，我就會退出你的生活，再也不給你添麻煩了。如果蘇景年能和青衣一樣善解人意就好了。這也不能怪你，你也沒想到會發生這些。待會兒我們低調一點就行了。四爺來了。四爺身邊這女子是誰？真漂亮！四爺什麼時候談的女朋友？這連好萊塢影后都看不上的人，什麼樣的女人才入得了他的法眼？四爺的女朋友氣質容貌確實不輸娛樂圈明星，一看就是名媛千金。軒哥，我們也去看看吧，我也想看看到底是什麼的女人能夠征服10年都沒有碰過女人的四叔。四爺，這位美女是？這位是我的新婚妻子蘇景年。蘇小姐，沉魚落雁之貌，四爺仙人之姿，二人真是天作之合，萬般相配啊！恭喜恭喜，今天傅家真是3喜臨門。軒哥，是我眼睛花了嗎？我怎麼感覺我四叔身邊的女子是景年姐啊？蘇景年，傅時清的新婚妻子，怎麼能是蘇景年？怎麼會是蘇景年？軒哥，你沒事吧？軒哥，景年姐怎麼變成了我四叔的妻子了？
不可能，这絕不可能！我現在就去問清楚。軒哥，你現在不能過去，難道你要告訴所有人，四叔妻子是你的前妻嗎？不是前妻，我壓根兒不知道那份調解書就代表離婚，這種離婚根本不能作數。離婚就是離婚，還有什麼作不作數的？現在顧太太這個位置，我是無論如何都不會讓出去。軒哥，你現在冷靜一點，或許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。如果你現在過去，不僅會暴露我們的關係，也是打我四叔的臉面。我四叔是什麼人，你可能不知道。你讓他不高興了，他碾死清明比碾死一只螞蟻還簡單。沒錯，我不能得罪傅世清，光年那份訂單太重要了，甚至是堵住清明所有漏洞唯一的籌碼。我不能衝動，不能冲动。这位就是四弟妹吧？从没听四弟提起過你，怎麼突然就結婚了？啊，該不會是……大嫂，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先上車後補票的。我之前一直沒有跟大家提起，是我想給大家一個驚喜。只不過現在看來這個驚喜還是比不上你們大方。青衣倒是不動聲色的就生了個孩子呢。哼，四弟，你這說的什麼話？我們傅家的女兒怎麼可能先上車後補票？青姨啊，早在1年前就和小顧在美國領證結婚了，只不過這孩子不願意告訴家裡罷了。你們兩個還不快過來，跟四叔四嬸打招呼。老四，青姨的丈夫你還沒見過吧？他是清明公司的董事長，叫顧明軒。哎，你們認識啊？見過好多次了。能和老四多次見面，看來我這便宜女婿果然來自福布斯排行榜上的顧家。清明雖然是一個還沒有上市的公司，不過我一直很看好這個公司的。這不前段時間我們光年科技還跟清明要簽一筆大單呢，只可惜清明的專利授權到期了還沒續約，所以這件事兒就暫時擱置了。你的公司還沒上市啊？正在準備上市。沒上市？顧家的嫡系怎麼會開一個沒上市的公司？還連專利都到期了。不過他這身行頭做不了假。老四，小顧的公司雖然沒有上市，但出類拔萃，日後一定大有作為。你作為四叔，以後啊要多多關照。那是自然。顧先生青年才俊呀，年紀輕輕就白手起家，是大山走出來的人中龍鳳。我一直都很欣賞顧先生。大山裡走出來的，也就是說，他根本和福布斯排行榜上的顧家沒有半毛錢關係。他就是個鳳凰男，傅青衣這個賤人，居然嫁給一個鳳凰男。顧明軒啊，顧明軒，傅時清分明就在打你的臉，你卻不敢跳出來把面子找回來，不敢告訴所有人，傅家四爺的新婚妻子是你的前妻，還用這種上不了台面的手段轉移所有人的注意。青衣，這孩子起名字了嗎？啊，寶寶還沒名字，我跟他爸爸還沒商量好，要不四叔你給起一個？可以啊，你這孩子是姓傅還是姓顧啊？當然姓顧。要不你給這孩子起一個名字吧。好啊，就叫如己，顧如己，視如己出的意思。視如己出，不是親生的才會用這個詞吧？難道說這個孩子不是顧先生親生的？四弟妹，你這話什麼意思？什麼叫視如己出？難道你覺得這孩子不是他倆親生的？飯可以亂吃，話可不要亂講。我女兒還沉浸在初為人母的喜悅中。四弟妹，不知道你一句輕飄飄的視如己出，會給她帶來多少謠言和謾罵。今天
必須給我一個交代。我想大嫂是誤會了，我說的視如己出，是因為這孩子雖然不是傅家血脈，但傅家一定會對他視如己出的，就像大嫂对青衣侄女一樣。是哦，我倒是忘了，傅青怡不是傅家亲生的，那这個孩子也就不是傅家的血脈，難怪不能姓傅。豪門向來注重血統，這傅家真是大方，竟然沒有將他從族譜中除掉。就算養條狗，養了15年也有感情了。而且我聽說大房的親生女兒是個不爭氣的，這傅家大少奶奶可真是可憐。哎，真是的。你們兩個倒是说話呀！剛剛不是挺能說嗎？怎麼這會兒都變了啞巴了？怎麼回事？蘇景言怎麼會知道孩子不是軒哥的？他如果拿出證據，我還怎麼做人？景言到底是什麼意思啊？他真的不在乎我了吗？四叔，我有一些問題想請教四叔，能不能既不說話？蘇景年，我需要一個解釋。顧明軒，你到現在還沒有認清自己的身份嗎？按道理你該是叫我一聲小沈的晚輩，我需要給你什麼解釋？讓我猜一猜，你知道我會和傅青衣一起來參加老太太的生辰宴，所以你想方設法和傅時清達成了協議，讓你扮演他的新婚妻子。你做這一切就是為了故意讓我難堪，為了讓我看見你，無法忽視你。我沒說錯吧？杜明軒，你這麼有想象力，不去寫小說真是可惜了。蘇景年，你到底是什麼意思？顧明軒，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你憑什麼覺得我蘇景言一言一行都要圍着你轉？這麼久了還沒有認清自己，沒有鏡子總有尿吧？你什麼你？我就是結婚了，傅時清就是我的新任丈夫。你該不會覺得自己魅力比他還大？我會放着這麼帥這麼優秀的男人不要，還惦記着自私自利還出軌的前夫吧？蘇景年，我從來沒出過軌，精神出軌也是出軌。顧明軒，我們真的結束了，不要總活在你自以為是的妄想中，我們回不去了。蘇景年，你如果真的已經和傅时清結婚了，那他知道你的過去嗎？知道你曾經是我老婆嗎？知道我們才剛離婚不到半個月嗎？他不知道，你有種就去告訴他。不過你要是告訴他了，你和傅青衣都得完蛋。顧明軒，我就是想要看看你到底敢不敢去傅时清面前捅破這層關係，還是說你和我預料中的一樣軟弱無能？蘇景年，你別逼我，你信不信我現在就把一切都告訴傅時清？顧明軒，別在這裝硬漢了，你就是不敢。有什麼就說吧。四叔，我不想欺騙您，其實我跟蘇景年早就認識了，並且知道他有過一段婚姻。四叔，您雖然在商場叱咤風雲，可情場上您卻少有經驗，我怕您被有心之人欺瞞騙婚了。蘇景年這3個字，是你可以直呼的嗎？傅家這些年就是這麼教養你的嗎？還是說你的骨子裡原本就流淌着你原生家庭粗魯無禮的血脈？看來傅家的族譜你是不屑流墨了。傅时清居然因為我的一句話就要把我逐出族譜，不行，我絕對不能脫離傅家，沒了傅家我還能是個什麼東西？四叔，我錯了，我不該在背後詬病小沈氏，您不要生气。站着認錯。他是要我跪下認錯，他卻這麼護着蘇景年，不去分辨，不去對峙，就這麼相信他。該死的蘇景年！不想說第2次。四叔，我真的知道錯了，我再也不敢飞一场杯了。青衣，你怎麼跪着？發生什麼事情了？軒哥，
是我說錯話，惹四叔不高興，你就不用管我了。傅先生，您虽然是傅家的一家之主，但也不能让青衣当众这樣跪着，你这樣不是公然在打大房的脸吗？难道就不問問他說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？他說了什麼？他說我妻子是二婚，說他欺騙我的感情，背後編排污衊長輩，挑撥離間，你說他該不該跪啊？青衣對蘇小姐多有冒犯，確實是他的不對。青衣心思單純，我想他也一定是受到了其他人的蠱惑，看在他也是出於好心，害怕亲人被欺騙的份上，還請傅先生原諒他的無心之失。我說了沒用啊，我太太原諒他才行。蘇小姐，我又不是聖母，他既然喜歡在背後編排別人，那就跪吧。蘇小姐若是不願意原諒青衣，那我願意替她跪在這裡。蘇景年，你再怎麼絕情，也不會讓我當眾下跪的。我就不信10年感情，你會絕情到這一步。更何況，你肯定是想要借此機會拿捏我。只可惜……哦，那你也跪吧。顧先生怎麼不跪？還是說你剛剛那句替人受過只是虛情假意，堵得我於心不忍，心軟大度？這怎麼回事？這大房千金怎麼能跪着？說是得罪了傅四爺的新婚妻子，四爺讓他認錯。一個養女也敢得罪掌權人的太太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剛剛這位顧先生不是說要替他跪呢，這會怎麼站這兒不動呢？就是啊，就是跪了，跪啊！蘇小姐，滿意了吧？世事變化無常，眼裡失去了光，該怎麼去掩飾慌張？如何能不設防？是否可以原諒？深愛的人都在說謊，誰又陪在身旁？視野一片空茫，只能用直覺去丈量。愛指引的方向會不會是假象？慢慢陷入無形的網，在黑暗中試探熬過這夜晚，把誓言都點燃，模糊答案。愛能真的跪下，那樣愛面子，那樣敏感驕傲的一個人，肯為了傅青衣下跪，倒也能證明他們是真愛了。顧明軒，我們兩清了。青衣，其實四叔挺感謝你的，如果不是你跳出來做小三，景年也不會跟顧明軒離婚，我也沒有機會娶到她。四叔，你早就知道他……我當然知道啊。我不僅知道，我還等了他10年，看了他10年。顧明軒，你知道你錯過的是什麼嗎？你不僅錯過了一個深愛着你的女人，你更錯過了一個在事業上給了你無盡幫助的女人。錢和人脈這些我就懶得說了，我就說一點，蘇景年就是洛神，洛神就是蘇景年。失去他，你那個破公司就等着破產吧。傅世清，我想從現在開始，我可以嘗試着讓自己愛上你了。我會一直等你，一直等着你。